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嘉靖年间，保定府清苑县住着一位3次受黄封的诰命夫人，她哥哥是当朝阁老严嵩，丈夫官封西乐侯，他倚仗权势，纵容儿子程犀牛，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一天，程犀牛在郊外游玩，见民女林秀英年轻貌美，便衔着脸上前调戏。林秀英一边躲闪，一边怒声斥道：“真是不知羞耻，放规矩点！”程犀牛嬉皮笑脸地说：“俺是堂堂守备，今天相中你，算你有福气。”秀英惊叫：“哥哥快来！”他哥哥林秀生出来，推开程犀牛，秀英急忙躲进屋。程犀牛大怒，喝令家奴动手。众家奴一拥而上，一顿拳脚，将林秀生活活打死。林秀英听见哥哥被打，开门想去抢救，程犀牛却趁机往里闯，秀英只得又将门紧闭。程犀牛一头撞在门上，程犀牛十分恼怒，喝令家奴将秀英抢走。恶奴程虎献计：“少爷，咱们回府禀报太太，派人来求亲。”他不答应再抢不迟。程犀牛应允，率领众人回府。诰命夫人听了儿子的叙述，虽然觉得门户不当，但因儿子乐意，也就依允了。程虎带着彩礼来到林家门口，秀英和父亲林有安正在门前俯视痛哭。程虎上前提亲，林有安大怒，扔出彩礼，大骂程家目无国法，残害百姓。程虎只好带着随从回去了。严氏听了程虎回禀，顿时大怒，他和儿子商议，决定抢人成亲。他说：“谁敢阻拦你就打，你就是把天戳破了，老娘我替你缝。”程犀牛带人2次来到林家，程虎大喊：“林家妇女听着，我们少爷迎亲来了，赶快开门！”林有安让女儿躲进里屋，自己前去开门。只听哐哨一声，门被程虎一脚踢开，众家奴一拥而进。林有安一见程犀牛，怒火满腔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个杀人的凶手，还我儿子来！”说着扑上去要和他拼命。程虎上前拦住林有安，说：“老家伙，少废话，快叫你女儿跟我家少爷走。”林有安质问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行凶抢人，还有没有王法？”“什么王法？屁法！”程犀牛狂笑道：“你们谁敢阻拦少爷我成亲？”程虎抢！几个恶奴把秀英拖了出去。秀英一面挣扎，一面大骂。林有安抓住程犀牛不放，被程犀牛一脚踢倒。程犀牛和众家奴呼啸而去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壮士路过这里，他向林有安询问出事经过。此人名叫杜世清，他奉朝中定国公之命，专为查访严程2家恶迹而来。听了林有安的诉说，他满怀义愤，急忙追赶上去。程犀牛叫杜少卿少管闲事。杜世清说：“你仗势欺人，我就要管。”程犀牛喝令家奴动手。杜世清武艺高强，将家奴一个个打倒在地。程犀牛亲自上阵，从后面将杜世清抱住。程虎一见，急忙举剑向杜世清刺去。杜世清机警地甩开程犀牛，闪到一旁。程虎的剑正好刺在程犀牛的肚子上。程虎和众家奴见少爷被杀死，惊慌失措，赶忙抬着程犀牛的尸体狼狈逃走。秀英得救，林有安赶来向杜世清道谢。听说程犀牛已死，林有安虽然高兴，但又怕程家势大，不肯罢休。杜世清让他们速到清苑县衙告状，他自己连夜进京禀告定国公。杜世清为林家妇女写好状纸，并附上一张简帖。林家妇女谢过杜世清，往县衙告状去了。这是西乐侯府，诰命夫人吩咐家奴仆妇忙着为儿子筹办喜事。他坐在大厅上，
想到儿子马上就要成亲，乐得合不拢嘴。程虎慌慌张张地来到大厅，诰命夫人问：“你少爷呢？”程虎答：“在后面呢。”新娘子呢？程虎吞吞吐吐说：“哦，抬回来了。”诰命夫人急忙将赞礼的人叫来，说：“新娘子到了，快快赞礼。”赞礼的还没见到人，就喊道：“一块檀香木，雕刻一马鞍，新人桥上过，四季保平安。”家奴把程犀牛抬上来，诰命夫人一见，顿时昏了过去。程虎忙把丫鬟家奴赶走，赞礼的还在喊：“先拜天地！”程虎吼道：“人都死了，还拜天地？滚！”赞礼的慌忙逃走。严氏苏醒过来，俯尸大哭，众家奴吓得一齐跪下。程虎却在想诬赖林家妇女的坏主意，却说林家妇女怀揣状纸去县衙告状，一路上父女俩商量，如果州县告不赢，就进京去告。严氏听程虎说是林家妇女将少爷杀死，顿时大怒，立即带领家奴追上了林家妇女。严氏怒气冲冲，要林家妇女为他儿子抵命。林有安反驳道：“你休要诬赖好人，是你儿子将我儿打死。”严氏喝令家奴抽打林有安，林有安拼命反抗，严氏要丫鬟秋香拿棒槌打林有安，秋香不忍下手，他便夺过棒槌，当头狠狠一击，林有安当时毙命，父死兄亡。林秀英痛不欲生，她扑向严氏，大骂：“你这老贼婆，我要告你这杀人的凶手，叫你难逃法网。”严氏冷笑道：“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的状。告诉你，老娘开的就是打官司铺，今天就留你这条小命，看你怎么个告法。”诰命夫人威风十足地带领家奴回府，林秀英悲愤难禁，伏在爹爹遗体上放声痛哭。这里是清苑县衙门，新上任的知县名叫唐成，他为人正直，刚刚上任，就在大唐的评话上提了这样2句话，作为座右铭。唐成是河南开封府人，家境贫寒，但他10载寒窗，刻苦正读，终于考中了进士，被派往河南信阳府当五品州官。上任前到礼部去领评，奸臣严嵩向他要3000两磨墨银，唐成交不出，严嵩一怒之下，将他贬为7品县官，改派清苑县。他刚上任就收到一大摞状纸，都是告西岳侯府诰命夫人和他儿子的。唐成看着状纸，越看越生气。第3天，唐成要下去查看民情，叫书童传话，打轿伺候。班头听了，对唐成说：“这里的规矩是，新官上任先要拜客送礼。”唐成笑笑说：“我这小官不搞那一套，再说我也没钱送礼。”班头说：“清苑县有个老诰命，有钱有势，如果照应不到，可就吃罪不起。”唐成说：“我行得公，做得正，不贪赃，不枉法，他能把我怎样？”唐知县下乡了，他吩咐衙役敲锣打鼓，热热闹闹，让众百姓知道他已到任，好来喊冤告状。走不多远，忽听有人拦轿喊冤。唐成掀开轿帘一看，见一女子身穿重孝，手持状纸，他忙下轿，命人接状。唐成接状纸一看，原来是民女林秀英告严氏和程犀牛抢亲行凶，连伤2命。唐成大怒，骂道：“这个老妖婆，如此欺压百姓，真该依法严惩。”他转念一想，此案案情重大，不可草率行事。现巡抚大人正在保定视察，我倒要看看五台大人对此案如何审理。他对林秀英说：“你的冤枉太大，我的官小，你到案院去告吧。”林秀英失望地接过状纸说：“原来你们官官相护，我发誓要层层上告，案院告不赢，我要告到京都。”说罢眼含热泪离去。唐知县见林秀英决心这样大，心里高兴，随即吩咐衙役改道直奔案院。
他要看看上司们究竟怎样审理这一人命案。案院大堂上，巡抚、东司、西司、道台、知府5位大人正在谈论奸臣严嵩的恶劣行径。他们虽然对奸臣不满，但慑于他的权势，只是在私下议论一番而已。唐知县整整衣冠，拜见五台大人，施礼毕，又向左右校尉旗牌官一一拱手见礼。巡抚刚问了几句话，西司就讥讽地问道：“贵县到任这几天，拜客送礼很忙吧？”唐知县从容答道：“请大人明察，下官哪里也没去。”西司说：“案院大人来保定巡案，严惩贪官污吏，定不留情。”唐知县说：“下官不做赃官落骂名，只是有一民女喊冤，被告官高势大，我官小难以执法。”案院大人听了大怒，说：“势力再大，难道能大过王法吗？真乃无用。”东司等4位大人也随声附和道：“真乃无用。”正在这时，中军回禀，西乐侯府诰命夫人驾到。五台大人大惊，急忙出来迎接。诰命夫人昂首登堂，五台大人谨慎地挨个拜见。诰命夫人傲然而立，概不还礼。唐知县跟随在后面，也向诰命夫人施礼。严氏更是不予理睬，拂袖而过。案院大人请诰命夫人坐在上首，然后恭敬地问道：“夫人亲临，有何赐教？”严氏让秋香递上状纸。案院大人念道：“据告状人诰命夫人严氏，状告恶女林秀英无故杀死我儿程犀牛，绝了我城门后代根苗，望速拿凶手林秀英，与我儿抵命。”五台大人听了，大惊失色。唐知县在一旁故作惊奇地说：“一个小小民女，竟能杀死议员守备，这还了得？”诰命夫人傲慢地问：“那个小官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没见过呀？”案院大人忙叫唐知县拜见诰命夫人。唐知县上前施礼道：“太太，我叫唐成，上任3天了，一没拜客，二没送礼，我打算明天去拜见太太，你看怎样？”严氏一把抓住唐知县的衣领，骂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唐成，你这狗官，为什么不替我捉拿凶手？”说着扬手给了唐成一记耳光。唐知县强压怒火，问道：“太太可曾到县衙去禀报？可曾有状纸入衙？”严氏傲然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唐成道：“你一无禀报，二无片纸入衙，我怎知道你儿子被人杀死呢？”问得严氏张口结舌，但他蛮不讲理地说：“我现在告也不晚。”唐成立即回答：“我现在问也不迟呀。”严氏还要狡辩，忽听一声冤枉，林秀英站在大堂门口，一边喊一边往里走。中军向巡抚禀报，巡抚大人不耐烦道：“叫他上县衙告去。”唐知县知道是林秀英来了，上前说道：“诰命夫人能越衙上告，难道民女就不能越衙上告了吗？”巡抚无奈，只好唤林秀英上堂。严氏一见林秀英，跳起来骂道：“你好大胆，竟敢虎口来拔牙！”他说着夺过棒槌朝林秀英打去。唐知县急忙拦住说：“太太，民女上堂。”五台大人一没问明，二没审清，你就要杀人灭口，藐视国法，目无朝廷，咆哮公堂，成何体统？诰命夫人大怒，骂道：“狗官，你露水大的前程，芝麻大的官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”西司让林秀英将状纸呈上。秀英说：“杀人凶手势力大，这官司怕大人问不清。”西司不悦，巡抚说道：“本院来判。”林秀英又说：“民女的冤情深似海，只怕老大人也审不清。”西司大怒，斥责林秀英大胆，竟敢藐视府台大人，喝令衙役扯下去用刑。唐知县忙上前拦阻，说：“这女子有血海深仇，望大人审清问明后再动刑不迟。”巡抚见他说的有理，只好作罢。巡抚接过状纸念道：“告状人林秀英，状告严嵩之妹，一品诰命。”严氏忙插话说：“
百姓告状，连个保人也没有，不能接状。巡抚连连称是。林秀英连忙递上杜世清写的简帖，说这就是保人。巡抚接过一看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心想一边是在朝颜阁老，一边是在朝定国公，都得罪不得，这官司却如何审理？弄得不好，要丢官杀头呀！众官见巡抚大人不说话，便围到跟前观看。五位大人急得手足无措，一筹莫展。唐知县见此情景，知道他们胆小怕事，便故意自言自语：势力再大，难道就不要王法了吗？真乃无用。巡抚正无法下台，抬眼看了看东司，心生一计。他托辞公务繁忙，把2张状纸塞给东司，让他审理。巡抚起身欲走，诰命夫人将他拦住，问他哪里去。他回答说去刷告示，捉拿凶手，好与贵公子偿命。诰命夫人信以为真，催他快去。巡抚如遇大赦，快步溜走。东司手拿状纸，战战兢兢。他假装头疼，把状纸推给了西斯，转身对诰命夫人说，要亲自带人去捉凶手。溜之大吉，到台见大官压小官，层层往下推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趁人不备，提前溜走。西斯只好把状纸推给知府，自己从后门跑掉。知府见大官都走了，就剩下他和唐知县。他假装谦恭地把状纸送给唐城，唐城欣然接受。唐知县把状纸拿到诰命夫人面前，说道，这2张大状五台大人都不敢审，偏偏批给我这个露水大的前程芝麻大的官来审理，这回该有我说话的份儿了吧？哈哈。唐知县命人带原告、被告，书童手拿刑具走进诰命夫人。严氏气势汹汹地说，我头戴诰封，身穿诰封，哪个敢近我身？我打断他双腿。书童吓得退后几步。唐知县接过刑具，问严氏为啥不肯戴。严氏骂道，狗官，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？唐知县反驳道，你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？严氏蛮横地说，小芝麻官，你怎敢把我管？唐知县义正辞严，说，你家住在清苑县，我就有权把你管。严氏又说，我是3次受封的诰命夫人，你管得了吗？唐知县说，你无罪是诰命夫人，犯了法是罪犯，我是你父母官，你不带就不行。说着把刑具摔在他面前，让他戴上。严氏不予理睬。秋香拾起刑具，想代替夫人戴上，唐知县制止，说秋香没犯法，不能戴刑具。严氏气急败坏，骂道，狗官胆敢所诰命，我哥哥知道了，叫你狗命难活成。唐知县寸步不让，别说是你，娘娘犯法也不留情。林秀英见诰命夫人如此嚣张，担心唐知县也治不了她，不禁绝望地痛哭起来。唐知县见此情景，更加坚定地说，当官不与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又叫衙役给严氏戴上刑具。不料诰命夫人已趁人不备逃走了。唐知县说，不要紧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他带领众人回县衙去。回衙后，唐知县请了几名校尉前来助威。校尉们听说是审诰命夫人，害怕严家权势大，有些胆怯。唐知县对校尉们半真半假地说，你们是严嵩如老虎，我看他是小老鼠。咱朝的老海瑞，他是我师父，还有定国公，他是我姐夫。众校尉听唐知县有这些靠山，信以为真，果然壮了胆。这时诰命夫人派程虎来送礼，唐知县接过礼单一看，上面写着，金毛狮子银毛犬，赤金元宝100对，官司若能称我意，保你官职升3级。唐知县十分厌恶，自言自语说，好一份厚礼呀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回敬他一份。于是在礼单背面写上，多谢太太送礼来，行贿封官不应该，可惜厚礼我不爱，太太死了买棺材，
写完，刚要叫书童将礼物退回，转念一想，这是到手的凭证，哪能轻易丢掉？他决定将礼物收下，暂存库房。程虎见唐知县将礼物收下，十分高兴，心想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回官司准能打赢了，急忙回府向严氏禀报。严氏得知唐城收下礼物，十分高兴，忽见县衙来人传他到堂受审。他怒气冲冲来到大堂，竟一屁股坐在桌子上。唐知县来到大堂，无法审案，只好请严氏下来。他却说老娘坐坐也无妨。唐知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他用手比划着李丹的样子，小声说：夫人放心，我胸有成竹，你下来，我好问咱的官司呀。诰命夫人听了，心中暗暗高兴，从桌上下来。唐知县趁势坐到正堂，大喊：升堂！林秀英被带到堂上，哭爹喊冤。唐知县说：民女莫哭，夫人莫怒，我胸有成竹不糊涂，你们有何冤，一一从实诉来。林秀英哭诉严氏母子杀害他父兄的经过，没等唐知县开口，严氏气急败坏，走过去把唐知县挤到一边，拿起惊堂木乱拍一气。唐城大怒，将他一把推开，诰命夫人发觉唐城不和他一条心，又破口大骂：狗官！唐城强压怒火，满脸带笑地说：夫人息怒，我是问官，你是人犯，这是朝廷的王法，咱俩心照不宣，我是胸有成竹。这番话又暂时把严氏给稳住了。唐知县继续审案，他问严氏程犀牛官拜何职，严氏傲慢地回答：我儿是堂堂守备。唐城弦外有音地对林秀英喝道：大胆女子，竟敢将一员虎将打死，还不从实招来。林秀英回答：太爷，我乃闺门弱女，手无寸铁，怎能杀死他堂堂守备？唐知县说：是呀，他在草包，也能打你70-80来个。严氏听了唐城的话，又坐不住了。唐知县又问：程犀牛为何2次去你家？林秀英说：是来抢亲。严氏一听，连忙否认，并信口胡诌说：我儿是到林家去讲理，因他家拐骗了我一婢女。唐知县追问：你的婢女叫什么？严氏没料到这一招，只好顺口回答：叫秋香。唐城反问：秋香？站在一旁的秋香以为是知县叫他，连忙答应。唐知县说：这不是秋香吗？他问秋香林有安是谁打死的，秋香不敢说真话，吞吞吐吐地说：是我打死的。唐知县见秋香不说真话，故意吓唬道：给他上刑。秋香吓得扑通跪下，如实招供，并画了押。严氏见秋香暴露了真情，又急又气，恶狠狠地对秋香说：我回府非勒死你不可。秋香吓得大哭。为了免遭程家的残害，唐知县拿出自己的俸银，又向班头借了些散碎银子，给了秋香，叫他脱离程府回家去。严氏一见秋香走了，厉声质问唐城：为什么将秋香放走？唐知县不慌不忙地说：太太别急，我放走了秋香，不是少了一个人证吗？这对你有好处呀。严氏越看越不对劲，他逼着唐城处死林秀英，替他儿子报仇。林秀英说：程犀牛是程虎杀死的。唐知县叫林秀英下堂，听候传审。严氏见林秀英走了，揪住唐城骂道：狗官，你把凶手放走，你与我儿抵命！一边骂一边厮打。唐知县一把推开严氏，斥道：你真是秃子打伞，无法发无天，今天我不法办你，怎能把民愤平？唐知县审问程虎，问他程犀牛是谁杀死的，程虎还是诬赖林家妇女。唐知县喝令动大刑，程虎这才承认是他杀死的，并将抢亲杀人的前后经过一一如实招供，也画了押。严氏至此无法抵赖，虽然承认这些事实，但仍不服罪。唐承讥他：
你敢画供吗？他有恃无恐地说，老娘画了你又敢怎样？说着随手画过，将笔一甩，唐知县手拿状纸，厉声说道，大胆严氏，纵子行凶，抢占民女，连伤2命，又用厚礼贿赂7品县令，咆哮公堂，目无法纪，罪加一等。严氏冷笑道，我是皇上御封的1品夫人，哪个敢动？这时忽报圣旨道，太监念道，据定国公禀奏，西乐侯之妻严氏倚仗权势，纵子行凶，抢占民女，连伤2命，民怨甚大，速解进京，交大理寺审问。唐知县皆只谢恩毕，对严氏说，你都听见了吧，咱们遵旨进京吧。严氏还不服罪，说什么圣上不明真情，判断不公，不肯遵旨。唐知县手举大明律说，据大明法律，现有程虎、秋香和你自己亲笔画押的口供，你杀人的凶器，行贿的赃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就该法办。严氏还在撒泼，上前一把夺过大明律，撕得粉碎，蛮横地说，看你能把我怎样？唐成大怒，喝令衙役将严氏的告服、凤冠匣佩统统去掉，带上刑具，押解进京。这个欺压百姓、罪恶累累的女人，今朝恶贯满盈，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这正是唐知县不畏兼权势，芝麻官执法审告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